嗨，我是 Jasper， 来磨刀吧！要准备的东西有直式剃刀、5个规格的 Lapping Film、1个底座、1支麦克笔、1张塑胶卡片、洗碗巾、1到2张影印纸。这把直式剃刀不用太贵，最好是专门拿来练习用的。要有 Hollow 空心，比较直的刀片边缘。Wedge 跟大微笑弧度的刀片磨法不一样，有机会再讨论。Lapping Film 的规格是30、12、5、3、1mm， 长度不限，宽度裁成3英寸，这样会比刀片宽，这样才会用得爽。在每个 Lapping Film 角落标注 mm 数字，小细节就可以避免搞错。Lapping Film 的底座材质我用的是亚克力，你可以用玻璃、镜子、抛光的大理石地砖来代替，只要表面是平的都可以。底座的宽度比 Lapping Film 宽一点。我的亚克力尺寸长300mm， 宽80mm， 厚度19.5mm。要特别说的是，这个底座要有厚度，我们会把它拿在手上。如果厚度不够，刀片在移动的时候可能切到手。如果你用的是比较薄的玻璃、镜子，可以在底下粘个木块之类的，增加厚度。1. 贴上 Lapping Film。Lapping Film 跟底座的结合面要很干净，只要有一点灰尘卡在中间 ，Lapping Film 就会凸起来，刀划过去就会挫塞。用洗碗巾把底座上面的灰尘、脏污洗干净。Lapping Film 的背面是接触面，是亮面的，也要洗干净。加一点水，把30mm 的 Lapping Film 亮面朝下贴上去，贴上去会有气泡，用塑胶卡片把气泡刮出来。如果有气泡残留，就会形成凸点，刀划过去一样会挫塞，刮到表面平整就可以了。刮完以后检查一下，应该是雾面朝上。2. 把刀片做记号，拿出你的直式剃刀，如果刀刃有缺口、不平整，或者是你想要砍掉重练，拿一个玻璃瓶，把刀刃在上面轻轻划几下，刀刃就会被破坏 ，reset。破坏刀刃这个动作不是每次都要做，而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很小心。我曾经不小心划太大力，当的一声，刀断了，断的那节就像螺旋手里剑一样到处乱飞，就 combo 拿出麦克笔，在刀刃的两侧都涂上一圈，这样做可以让你了解这把刀的状况。3. 把底座握在手上，以往磨刀都是把磨刀石放在桌上磨刀。这样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在刀片上施加过大的压力，刀片左右两端的压力也会不同，就算只有几克的重量差异，也会让刀片左右磨得不平均。你应该把底座握在手上，让它悬空，不要放在桌子上。你的手就是一支避震器，会吸收刀片不必要的下压力，而且可以自动调节左右平衡。刀片可以全程跟研磨面接触，实现自动对齐。不过你也要有意识的让刀片全程对齐，像这样，因为手臂有重量，压力比较容易集中在 heel 的位置，这样会造成 heel 磨得比较多，toe 的部分磨得不好。我会把底座转侧一点，让整面刀片更平均的接触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偏磨的问题。你的手要放松，不要僵硬，这样才有避震器的效果。4. 标准圈，用拇指跟食指握住刀柄的两侧，这样可以很容易的翻转刀片，这样前后握也可以减少下压的力道，专注在水平推拉移动。先让 spine 刀脊接触研磨面，旋转刀刃，让刀脊跟刀刃两点都接触。如果先让刀刃接触，刀会变钝，你的刀就白磨了。把刀片向刀刃的方向慢慢推，也就是刀刃向前 edge leading， 推到底以后，刀脊不动，旋转刀刃，然后慢慢拉回来，这样就完成标准的一圈。OK， 做5圈。磨刀的全程不要把刀脊抬起来，从刀刃把刀翻转，这样就不会把刀磨坏。这集影片磨刀的方式都是刀刃向前 edge leading。5圈做完以后，观察之前麦克笔的记号磨损情况。如果记号整圈都不见了，恭喜你 ，You are a lucky guy。不过通常没有那么 lucky 啦，尤其是便宜的直式剃刀，会有一部分没磨到。有的刀稳定器或者是刀尖做得太突出，磨刀的时候会把刀顶起来，造成 heel 的位置磨不到，toe 的位置磨太多。这种状况很常见哦。解决的方式是用锉刀把突出的部分磨掉，情况不严重的话，就让它跟着磨刀的过程一起磨吧。
不过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刀片稍微摆斜的 heel 朝前做 heel leading， 这样就可以避免磨到稳定器。把刀片斜着摆，这招接下来都会用到。制作斜角是磨刀最重要的步骤，没有之一。很多人刀磨不好，磨不利，就是因为斜角没做好。以82法则来说，你要把80%的精力拿来制作斜角，其他的都是小 case。请看这张图，这是刀刃的尖端。刀刃的尖端应该要是尖的，没错吧？也就是左右斜角的2条线要有一个交点。磨刀会失败，就是左磨右磨，刀片的尖端不是尖的，是圆的。树头够不栽，树尾都会做红胎。基础没打好，就算之后抛个1000次、10000次，你的刀也磨不好。问题来了，一般左右来回磨刀要磨几圈呢？40圈够吗？好像不够诶。80圈够吗？我也不确定诶。就是因为这样不确定斜角有没有磨好，所以一般都会用放大镜、显微镜来看，会做 HHT、TNT、TPT 测试。我看过最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毛刺法，用这个方法一定会有尖的斜角。一直磨刀片的一侧，刀片边缘的金属会移位，形成毛刺，就像使用蜡笔，蜡笔笔尖的材料会被推出来一样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毛刺会向上升起，它会越过刀刃中线。如果这时候反方向去磨，把毛刺磨掉，磨出来的刀刃尖端就一定是尖的，不是圆的。你那么聪明，就一定会用毛刺法来磨刀。1. 磨出毛刺，确认你的 lapping fin 是最粗的 30mm， 在表面撒点水，左手拿着底座。这里拿刀的方式跟之前的标准圈不同。记得刚才麦克笔7号没磨到的位置吗？哪里没磨到，手指就放在哪里，手指压到的地方可以增加下压力。如果你是 lucky guy， 整条刀刃都有磨到，手指就放在中间，左右平衡，保持刀片的稳定，确认刀脊跟刀刃都有接触到。刀片稍微摆斜一点 heel 向前做 heel leading， 不要磨到稳定器跟刀尖。和标准圈不同，刀刃向前推到底的时候，不要翻转刀片，直接拉回来，这样算1圈。先给它磨个30圈。只有磨出毛刺是这样磨，我们要一直磨刀片的一侧，让毛刺跑出来。要磨出毛刺，需要去除比较大量的钢材。如果这里的压力太轻，就算你磨1个小时，只会磨了个寂寞。所以在这里，你可以使用压力，压力的大小大概是手臂的重量。30圈以后，看一看麦克笔的痕迹有没有全部被磨掉，没有就增加圈数，磨到麦克笔的痕迹全部不见。之后摸一摸刀片的边缘，看看刀片的边缘有没有凸起来的东西，那就是毛刺。如果毛刺有出现 ，good， 看看毛刺是不是从 toe 到 heel 整个刀片边缘都有。你要磨到整个刀片边缘都有毛刺，如果没有，就重复刚才的动作继续磨。你要数总共磨了几圈哦。研磨面变干，水不够就要加水。如果你磨的是金圆这种没有精度的刀，而且刚好又是买来第一次磨，你要去除非常非常多的金属，刀片边缘才可以磨出毛刺。要有耐心，磨到整个刀片边缘都出现毛刺，才进行下一步。2. 反向磨出毛刺。假设刚才磨的是 A 面，磨了100圈，现在把它翻过来 ，B 面也给它磨个100圈。两面的圈数要一样，磨损才会平均。磨完以后摸一摸，毛刺有没有沿着整个边缘都跑出来？如果有的地方没有毛刺，就继续磨，磨到整个 B 面边缘都出现毛刺。假设 B 面多磨了30圈才磨好，就翻回 A 面，把30圈补磨回去，确保两面的研磨次数是相同的。3. 标准圈40圈。两面都磨出毛刺以后，接下来做标准圈，可以平均去除毛刺。刀片推到底，翻转刀片拉回来，这样是1圈，做40圈。这40圈的力道要越来越小，一开始是小臂的重量，第10圈左右只剩下手掌的重量，到最后只剩下刀本身的重量。重量递减就不会产生新的毛刺跟鱼鳍边缘。磨完40圈，你的斜角理论上就做好了。喷点酒精把麦克笔多余的痕迹洗掉。在灯光下检查刀片边缘，你可以用显微镜、放大镜或者是手机的微距镜头来检查。把刀片转一转，看看斜角中间有没有反射点还是反射条。这个面应该整面亮度都是一样的哦。
如果其中有一段还是一个点跟周围不一样，别人亮的时候它不亮，别人暗的时候它会亮，就代表有毛刺。回去再给它几个标准圈，直到整个斜面亮暗都一致。斜角是磨刀的核心跟灵魂，不要怕麻烦，要做就把它做好。这是上一轮 30mm 显微镜下的刀片边缘，你要用 12mm 的痕迹取代这些划痕。为了不让新跟旧的划痕重叠，你要改变划痕出现的角度。比如说上一阶段的刀片是摆斜的15度，这一阶段就错开来，刀片摆成30度。这样一来，划痕的角度不一样，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把上阶段的划痕都消掉。把 30mm 拿起来，底座用洗碗精洗一洗，要换上的 12mm 也洗一洗。刀也要洗哦，不要让粗的研磨颗粒污染细的颗粒。把气泡刮出来，一样左手拖着底座，让它悬空。放在刀片上的压力要放轻，目数越小，压力越轻。为什么压力要越来越轻呢？你看这根粉笔，我们把它拿去磨地板，用力压，用力磨，粉笔上的刻痕会很深。也就是说，你用力磨刀，刀片上的金属会被大量去除，刻痕会很深。如果用比较小的力道去磨，粉笔上的刻痕就会比较浅。代表磨刀的压力越小，金属去除越少，就可以磨得更细致。刀片放在脸上不会粗糙，用起来才会舒服。所以像刚才制作斜角，要去除大量的金属，就会用比较粗的 Lapping Film， 用比较大的力道去磨。斜角设定完以后，就是不断的抛光，把刀片的边缘磨细。Lapping Film 越来越细，你的力道也要越来越小。12mm 以后都是标准圈了。把刀片摆斜的做 heel leading。1. 标准圈50圈，这里的圈数建议是50圈，但是50圈只是一个参考，就跟我们健身肌肥大要做8到12下一样。如果做完8到12下还没有力竭，那么重量就是不对的。你要关注的不是圈数，而是刀片给你的反馈。刀片跟 Lapping Film 中间的间隙会越磨越小，越磨越 match。磨刀的手感从一开始的粗糙变得越来越滑顺，当滑顺的手感不再变化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如果 12mm 的反馈太小，感觉不到，就用放大镜、手机的微距镜头观察斜角上的划痕，看看有没有把上一阶段的痕迹全部取代，没有的话就再磨几圈。你要磨到完全消除上一阶段的痕迹哦，每一阶段都要一步一步做得扎实。不过一般50圈就很够了啦。如果你的斜角做得很好，30圈左右你就会收到反馈。2. 横向拉动6组，标准圈结束，把刀片做横向的拉动，动作很轻，移动距离很短， 0.1 到 0.5 公分，左右交替的做，一侧6下，一共12下。横向拉动刀片可以去除鱼鳍边缘。要注意的是，横向的拉动刀片就是刀片切割动作。如果你傻傻的拉，就是在切你的 Lapping Film。你要加上一点点斜向移动，也就是角度很小的 X stroke， 这样才不会切掉你的 Lapping Film。保险起见，在 Lapping Film 的上下边缘做，不小心切到才不会GG。3. 短行程 X stroke 10圈。X stroke 是做对角线移动，移动的行程短，大概3英寸左右。跟 Lapping Film 一样宽，做10圈。4. 标准圈10圈，用最轻的压力再进行10圈的标准圈。之前横向拉动的动作可以消除鱼鳍边缘，但是它也会把刀片边缘弄圆。这10个标准圈可以把刀片的边缘重新顶起来。做完 12mm 以后，你可以检查斜角有没有设定成功，做 HHT、TNT 或 TPT 测试，也就是切头发、切指甲、切拇指表皮测试。理论上用毛刺法设定完斜角，一定会有尖的斜角，不必再测试。不过你也可以做 double check。TPT 切拇指表皮会有危险性，就不说了。很多人喜欢用切头发的 HHT 测试，12mm 做完应该可以轻松的刮除手臂的毛。不能刮毛的话也没关系 ，HHT 是非常主观的，我的毛不等于你的毛。我更喜欢用指甲做 TNT 测试，测试斜角应该要测试整条刀刃的一致性，看哪个位置没磨好，把刀片边缘不间断的划过指甲，更能测出一致性。而且拿刀切头发、切指都没有什么感觉。
拿刀切自己，他奶奶的，切多一点点就超有感觉，有没有？把拇指指甲沾水，将整条刀片边缘轻轻拖过指甲，轻轻的哦。如果刀片可以切进指甲一点点，有点卡住的感觉，整条刀片边缘都是这样 ，OK， 斜角设定成功。如果其中有一段会划开，跟其他区域的感受不一样，斜角不 OK， 就要回去再磨几圈。接下来的5μm、3μm、1μm， 每一个 μm 的操作内容都跟上阶段的 12μm 是一样的。1. 标准50圈 2. 横向拉动6组 3. 短行程 X-Stroke 10圈 4. 标准圈10圈。每一阶段都是要清除上一阶段的划痕，就像爬楼梯一样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跳，乱跳你就会 GG。从 5μm、3μm 到 1μm， 你会发现磨着磨着，刀片在上面的阻力会越来越大，刀片会有被粘住的感觉，就像有吸力一样。颗粒越细，刀片被吸住的吸力就会越强，你放在刀上的压力要越来越轻，到最后只剩下刀的重量。你可以观察刀片周围的水分不会被刀片往前推，而是从刀片上面经过，那就代表这阶段接近 OK 了。我常常看到有人说天然底才是最好的，我听你的棒红吹。不管是天然底、人造底、砂纸、勒平 film， 磨刀的原理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从粗磨到细。磨刀的工具确实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磨刀的人才有强弱之别，人的磨刀技术才是关键。不然给你 F1 赛车，你还不会开嘞。勒平 film 没有磨刀石那么多变数，比如说用哪种石头、哪种 Nagura， 浆料怎么稀释、怎么用，怎么磨才不会有假的边缘，要用半笔画还是画圈圈，新手看了会一头雾水。勒平 film 就很简单了，只要设置好斜角，按照目数一步一步的磨上去，棒，你就完成了。磨完1μm以后，你可以晋级舒适度跟锋利度两种不同的磨刀方式。1. 增加舒适度。如果你喜欢宽容度很高，放在脸上很舒服的刀片边缘，在勒平 film 跟底座中间放一张影印纸。这张纸要把它弄湿哦，然后用非常轻的力道给它6到40圈。6到40圈的跨度很大哦，只做6圈可以保留刀原本的锐利度，变得更舒适一点，不会那么粗糙。只做10几圈，这是锐利度跟舒适度的平衡点。一般的碳钢刀片我会停留在这里。做到30、40圈，刀会变得最柔和，像是质地超硬、刮起来不留情的不锈钢刀。磨比较多圈会让它变得更好用。好的直式剃刀不是只有锋利而已，它应该可以轻松刮掉胡子，而且不会切入皮肤。勒平 film 下面的这张纸用意也是一样，泡过水的纸会压缩，你可以把斜角磨出凸面，就是这个凸面给你舒服丝滑的感觉，这样的刀会给你很高的宽容度跟舒适度。影印纸的张数跟磅数也会有影响哦，磅数低的纸可以放1到2张，磅数高比较厚的纸1张就可以了。如果影印纸放得太多太厚，刀片压入纸张太多，你就会磨到刀片边缘的尖端，刀片就会变钝。2. 增加锋利度。这个方法适合追求刀片超级锋利的人。在勒平 film 上加入泡沫，就是你平常刮胡子的泡沫，从只有刀的重量开始磨。一开始你会感觉刀片有很强的吸力，你可以做左右的横向拉动，消除吸力，逐步的减轻压力。泡沫没了就添加泡沫，泡沫会顶起刀片，减少压力，刀片上的划痕会越来越浅，刀片给你的反馈会越来越弱，最后刀片就像漂浮在泡沫上，没有接触到。这是非常精细的抛光，整个过程需要几百圈，要磨得有点久哦。当你完成以后，会到达1μm锋利度的极致。在勒平 film 下面添加纸张，可以增加舒适度；在勒平 film 上面添加泡沫，可以增加锋利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们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啦。到这里，恭喜你，你的刀磨好了，把它拿去 strap 几下，就可以拿来刮胡子了。
用自己磨出来的刀刮胡子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是不是感觉很棒？把刀拿给别人磨，他才不会为了你那一点钱，花好几个小时帮你磨刀。自己磨自己来，才会做得仔细，才可以微调出最适合自己的刀片。新手第一次磨刀，结果可能会差强人意。回到最前面，用玻璃破坏边缘，砍掉重练。再练习个2-3次，你会发现用 Lapping Film 磨刀，就像帮车子换机油这么简单。刀片会越用越钝，变钝了，你可以回到 EMUA 磨刀，维持锋利度。不过我觉得啦，一直磨刀就麻烦欸。还有刚才那个用泡沫磨刀，要来回几百圈欸。有什么方法可以更简单，把刀变得更锋利呢？下一集让刀片永远保持锋利，让你永远不用再磨刀。